就这个一口下去啊，我觉得没有女孩能抗拒得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锤。今天呢，我就想教给大家一道非常经典的甜点，就是提拉米苏。而且呢，我们除了做意式的这种经典口味的提拉米苏之外，还给大家再分享一种抹茶味的提拉米苏。我们做2种口味的，这个技能啊，绝对是非常硬的啊。学会了它，无论你是孝敬自己的老婆、闺女，还是出去泡妞啊，这都管用。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做2种口味的提拉米苏。就大家看我啊，戴上口罩了，因为我们要做提拉米苏，提拉米苏是不开火、不加热的，戴上口罩保证卫生啊，避免喷的哪都是。其实提拉米苏的材料在市场上非常好买，有很多都是卖的是那种套件，核心的食材就是马斯卡彭奶酪。我准备了这个盒子，这个不锈钢盒子大概是25厘米乘15厘米乘5厘米这样的一个体积。那么马斯卡彭奶酪250克正好可以做满满的这么一盒。然后呢，就是手指饼干，还有呢，我们需要比如说糖啊、淡奶油啊。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鸡蛋，做一份提拉米苏啊，大概需要3个鸡蛋。大家一定注意，我们用的这个鸡蛋呢，必须是可生吃的。还有呢，经典口味的我们是要用到咖啡的，你用速溶的也行。当然，如果要用速溶咖啡，千万不要用那种什么1+2或者3合1的，就是纯的 black coffee 啊。第2个口味要做的是抹茶口味的，所以我们用抹茶粉大概20克，把它过筛，兑差不多300毫升的热水。让它充分的融化开，形成这样的这个抹茶液就可以了。然后还有像柠檬汁，这个是朗姆酒、香草香精，还有咖啡立交酒。白砂糖大家注意，如果做甜点烘焙的话，一定是颗粒比较细的那种。如果是粗粒的白砂糖，它很不容易溶解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正式的开始哈。2盒的份呢，就要用到2盒的马斯卡彭奶酪。下面我们来处理鸡蛋，把它的蛋清和蛋黄做分离。我们现在蛋黄里加入40克的白糖，我是2份哈，大家记住，如果做1盒的话，其实20克的白糖就够了。这个量是我经过长时间的摸索确定的，这个量还行，因为1盒提拉米苏大概你可以吃6到8块哈，所以还好啊。现在咱们处理蛋黄，我们把它打发，先低速打，然后变中速，再高速，慢慢的提速，大概呢蛋黄打到现在这个样子啊，微微的起泡就行了。我们把打发的蛋黄分大概3次倒到马斯卡彭奶酪里，每倒完一部分，我们就进行搅拌。这个搅拌啊，第1次、第2次倒入蛋黄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这个奶酪非常的吃劲儿啊，但是等到第3次的时候，它已经感觉到明显的松软下来了。你闻到香味了吗？这会儿有，现在已经散发出来了哈。现在加入了蛋黄的马斯卡彭，你们看啊，已经变成了淡黄色了啊。下一步咱们来处理蛋清。蛋清的打发呢要分2步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先往里面加入一些柠檬汁，10到15毫升差不多，也是逐渐提速啊。现在蛋清就打成这样了，然后我们再往里面加糖。1份的蛋清也是20克，那2份的话呢，今天我们就加40克。加完白糖继续打。好，现在蛋清啊加完白糖，你们发现打完之后泡沫就变得更绵密了。拿上来，哎，它稍微的挂一点钩了，这就可以了。蛋清也是分3次倒到马斯卡彭奶酪里，每倒完就进行翻拌哈。注意啊，这次手法略有不同，不要像之前那么咔咔咔的拌了，这个泡沫呢是很容易流失的。我们就这样从底下往上面慢慢的翻拌，让奶酪和刚才打发的蛋清逐渐的融合。这样你看它吃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再倒。有了蛋清之后，这个奶酪就会蓬松许多。所以你们吃到的那个绵密的可口的口感就是这么出来的，这一步很关键啊。好，现在所有的蛋清都已经打到奶酪里了，你们看已经蓬松很多了啊。按照意大利很多地方的传统的做法，这个马斯卡彭奶酪已经加工完了，但是呢，我是习惯呢到这个步骤之后再加入一些淡奶油，我觉得吃起来它的口感会更厚重一些。那现在我们就来处理淡奶油。1盒提拉米苏用到150克，那2盒的话就是300克。方法非常简单，也是把淡奶油打发。咱们还是先从低速啊，然后慢慢提速，到这个程度，淡奶油打好了，像酸奶一样。我们把淡奶油都倒进马斯卡彭奶酪，
这个淡奶油打发，大家注意，一定是要在冷藏的温度下，大概在2到4摄氏度的时候，它才更容易打发。再加入2毫升的香草香精，好，最后呢再把它们搅拌均匀。现在我们的奶酪就处理好了啊，大家看是这个样子的。那后面的话，我们就要处理手指饼干了。这个是刚才我们做的咖啡的那个料，加一些咖啡立交酒，大概多少呢？3瓶盖就够了。其实提拉米苏里面呢，基本上是会带一些酒精的。有甜点提拉米苏，那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。开酒不喝车，喝车不开酒。加工一下抹茶的蘸料啊，加一些朗姆酒，10毫升差不多了。好，下一个步骤啊，这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。先做咖啡口味的手指饼干啊，我们先拿它呢去蘸这个咖啡汁，裹个2、3圈，在这个盒里一根一根的并列排好。我是喜欢让它保吸汤汁哈，因为这样的话，你吃起来的时候味道的层次感才更丰富。铺满一层之后，我们把马斯卡彭奶酪大概呢形成一层2公分左右的奶酪层，让它充分的覆盖上这个手指饼干。那我们现在接着放第2层，再放一层马斯卡彭奶酪，也差不多是2公分厚的水平啊。轻轻的拍一拍，让它走匀一点。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先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4个小时以上，吃之前再撒上可可粉。而下面我们再来做抹茶呢。我在意大利好像没有见过除了经典口味之外的其他的提拉米苏。这个抹茶口味其实也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。当然我相信，肯定别人也会做类似的。主要是因为家里人比较喜欢抹茶的口味，所以我就做了个小发明。其实我们这里面选的那个调味酒啊，是可以用很多种，看你自己的喜欢。比如说你用威士忌或者用白兰地也可以，不差钱的话用酱香呢，我觉得也可以挑战一下。提拉米苏，先尝尝这个经典口味的啊。就这个一口下去啊，我觉得没有女孩能抗拒得了。情人节你送人家什么礼物啊？你送人家一个包，可能就是让人家的那个衣柜里边再多一个包而已。但是这个东西啊，你要是掌握了技巧，亲自给人家做一个，我认为肯定追到手了。绝对能搞定。这个经典口味的，一入口呢，那种马斯卡彭加上淡奶油打发之后的蓬松细腻的感觉，凉凉的，浓郁的 COCO 味道和咖啡的味道，能够吃出来一点点的甜味儿和酒香，这个口味非常的复合。其实提拉米苏在意大利啊，就是一种非常 homemade 的甜点啊。你要如果到一些小的那种意大利的餐厅去，给你端上来的，往往就是这样的。你看，可能形状不像你在甜点店里吃的那么方方正正，它那个为什么会那样呢？因为里面加了吉利丁，它要出售，要保证形状的完美，还有可以长时间的保存不变形。但是真正的提拉米苏，在家庭制作是不放吉利丁是最好的，保持它的非常好的绵软的口感啊，不错。这个抹茶口味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。我觉得如果你会做提拉米苏，再会做抹茶口味的，那又加分了，家人们，绝对没问题。它的回甘呢，能吃出来一点抹茶的那种清苦味儿，酒味儿呢更浓郁一些。其实我还有一个提拉米苏的方子，等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再给大家分享。好了，这集的提拉米苏我们就做到这里了啊，拜拜，下集再见。吃好每顿饭，过好每一天。